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为什么饭店中十几块钱一份的清汤面，味道就那么香呢？原来技巧在这里。我表姐就是靠着这碗清汤面，换了大房子，买了新车子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清汤面的话，今天就让我来给你分享一下这道美食的懒人做法，保你做出来的清汤面比外面饭店中的味道都还要好吃。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准备一把我妈做的面条。准备面条的时候，要准备这种比较细的圆形面条，相比于宽面条或者是长方形的面条，这种圆面条口感更加好，吃起来也更劲道，放在碗里面也更好看。先把面条放在一边，然后我们准备少许香料，两瓣非凡的大蒜，趁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将它们拍匀，然后剁成碎碎的蒜末，剁得越碎越好，这样蒜香味更浓郁，大蒜飘香，长润健康。喜欢吃大蒜的朋友可以多来点。剁好的蒜末先装入碗中，跟着准备2根柔情万种的香菜，香菜吃起来口感也更好，香味也更浓。做清汤面的时候，切上一点香菜，味道一下子就上去了。我们先将其切成小段，一同装入碗中，跟着再准备2根迷人小香葱，香葱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可以多准备一点。在我看来，不管吃什么面条，少了香葱就感觉没有灵魂。直接切葱花，一同装碗中。再往里边呢，加入1小勺的乡下土猪油。清汤面的灵魂是猪油，俗话说没有猪油的清汤面是耍流氓，这也是清汤面好吃的关键。加入猪油以后，面条吃起来会更加的爽滑，就连汤汁都能喝掉，就算里面没有肉，也会有肉香味。再加入1勺虾皮提鲜，少许的食盐，一点点的鸡精，少许的胡椒粉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后不要先着急下面条，先下入1勺食盐煮开。煮面条时记得加一点盐，就能很好的防止面条在煮的过程中会出现糊化粘连，还能让煮出来的面条口感更筋道，面汤也有底味，喝起来更有滋味。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。除了煮面条，像煮水饺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搅拌混合均匀后，再把准备好的面条加入锅中，再用筷子轻轻推动一下面条，使其受热均匀。切记不要沸水下入面条，因为水煮沸后能够使面条粘连或者是变软，这样做出来的面条不够筋道。正确的方法是在水似开未开的时候入锅最好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面条加入锅中以后呢，我们要用大火快煮。等面条被煮开以后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100毫升的长姜水，使锅中迅速的降温。这样做呢，就能够使面条口感更弹口。俗话说3开饺子2开面，做饭还得靠经验，也就是加2次凉水，煮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筋道。所以水再次涨开以后呢，我们需要再点1次水，是点水而不是加水，所以水不宜太多。把面条煮至没有硬心就可以了。这时候的口感呢是最好吃的。
面条出锅之前，我们先把锅里面的汤盛入几勺到碗里面，一定要用沸腾的汤冲进来，这样才可以激发出里面所有材料的香味。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把猪油化开。啊，实在是太香了！这碗有色有味的料汁，这可是清汤面的绝佳配料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将面条放进来，搅拌搅拌。一个人吃，做好刚好是一大碗，有汤又有面，非常的解腻，好吃又开胃。如果您想要面条更有营养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些青菜啊，自己喜欢的肉类。孩子吃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个荷包蛋，既营养又美味哦。与面条搭配着食用，闻着香，吃着更香。面条爽滑劲道，汤鲜味美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健康。相比较于口感油腻的炒面食，我觉得清汤面会更适合我们大家去食用，因为它不仅汤鲜的同时，味道还非常鲜美。特别是像现在天气寒冷的时候，早餐这样去做，营养又美味。面条筋道，汤好喝，口味很鲜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我就晚出去了一点，我们家的孩子就把一大碗面就已经完全吃掉了。吃完之后还给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没够吃，还有没有？”我说没有了，就这么一大碗面，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够吃呢。吃完之后还把汤都喝完了，真的是超级开胃，还非常的解腻。就连小孩子也非常喜欢哦。对于这道面条的制作方法，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只需要我们去掌握。有一些细节部分，煮面条的时候加一点盐，可以让面条吃起来更加劲道，煮出来的面条不容易断，这也是面条好吃的诀窍之一。下面条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要等到水完全开了之后再下面条。我们把里面的食盐搅拌溶解之后，就可以下面条了。很多朋友做出来的面条发黏，并且面条中间还出现硬心的情况，这就是因为下面条的时间不对。下面条一定要在水撕开未开的时候下进去，尤其是煮面条时加点水这一步可是非常关键的，大家一定要牢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，就分享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